这个示意图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朝天鼻合并漏鼻孔的一个案例，而且我们可以注意到，从侧面呢，这个鼻翼呢是这样往斜上45度的样子。然后我们下一张图准备来模拟把鼻头延长，鼻头的确合理延长了，鼻型是好看的。可是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其实鼻翼跟鼻孔的关系好像并没有想象中这么完美，鼻翼呢还是先往上45度才勾下来，一个有点倒三角形的一个侧漏鼻孔的样子，形成了一点点小小的瑕疵。为什么会这样呢？一心一意造就你的美丽。各位东芬好，我是谢东仪医师。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聊朝天鼻的改善。很多客人来到我的诊所，就跟我说：“谢医师啊，我有朝天鼻，然后我有漏鼻孔的问题，所以我想要把我的鼻头延长。”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一个普遍大家都有的想法是正确的吗？那我们进一步来讲解什么叫朝天鼻。朝天鼻呢，就是鼻子比较短，所以会有一种往上朝着天空发展的感觉，就会看起来就像小猪鼻一样。正面呢就有这种鼻孔外露的问题，所以我们就会思考说，那这样是不是把鼻头合理的延长以后，朝天鼻也改善了，漏鼻孔也改善了，哇，这样就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可是这个看似合理的想法下，难道是完全正确的吗？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示意图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朝天鼻合并漏鼻孔的一个案例，而且我们可以注意到，从侧面呢，这个鼻翼呢是这样往斜上45度的样子。好，然后我们下一张图准备来模拟把鼻头延长，鼻头的确合理延长了，鼻型是好看的。可是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其实鼻翼跟鼻孔的关系好像并没有想象中这么完美，鼻翼呢还是先往上45度才勾下来，形成一个有点倒三角形的一个侧漏鼻孔的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呢？各位可以面对镜子的时候，拿出2支面棒放到鼻孔里面，试着把鼻头做个延长。各位可以发现当鼻头被延长的时候呢，结果不是整个鼻翼都一起被拉下来了，漏鼻孔就改善。实际上呢，鼻头延长的时候呢，只有内侧1/2的鼻翼会跟着鼻头被往下延伸了，可是外侧1/2的鼻翼它居然不理我们，它还是我行我素的在原本的地方，这就造成我们刚才的那张图形成了一点点小小的瑕疵。不过这整体上还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结果。那最糟糕的是，有一些客人会误会，这样改善程度不够，是不是因为鼻头延长不够？那我也需要把鼻头更过度的延长。那就来到第3张图，这就糟糕了。当鼻头过度的延长的时候，形成一种非常不自然的尖鼻子、鹰钩鼻的感觉。更糟糕的是，这种火箭鼻式的，它的鼻孔如何呢？还是一样漏鼻孔。这种火箭鼻配合漏鼻孔的样子，实际上是一个最糟糕的状况。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真正的去改善这种朝天鼻呢？实际上我们大概得回到第2张图，就是说鼻子先得做一个合理的延长，让鼻型本身这个 L 型是好看的。然后我们用局部的方法，针对这个漏鼻孔这个鼻翼的角度去做改善。我们可以尝试在鼻翼这个勾上去，最上面这个地方放一点点软骨，或放一点点复合移植皮瓣，就是软骨加皮肤，去刻意的把这一个凹陷往下压，然后甚至在外侧有一种鼻翼下坠感的地方做一点点上缩鼻翼，让鼻翼稍微往上一点点，尽可能让这个鼻翼的角度不再是往上45度的冲，而是它可以稍微下压一点点，让鼻翼跟得上鼻头的延长。这才是一个高仰的鼻型的延长。那我们刚刚解释了朝天鼻合并鼻孔外露，我们要如何的去改善。那至于漏鼻孔具体上是如何透过哪一些技术、哪一些方法来改善呢？这个部分我们就留到下一支影片的时候，我们再仔细跟各位解释。我们以后专门做视频。如果喜欢这支影片，欢迎订阅、按赞并开启小铃铛。我谢东仪医师，我们下支影片见。我谢东仪医师，各位东芬好。再一次。